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还有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呢，可以点一下订阅或者关注哦。今天视频出场的宝宝呢是 Razer Viper Ultimate， 中文名是雷蛇毒魁终极版无线鼠标。本期影片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下开箱，还有我个人使用10个月的体验分享，其中包括优点还有吐槽。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鼠标我是在亚马逊网上购买的，加运费是217澳币。首先我来谈一谈为什么要入手这一款鼠标。雷蛇 Viper Ultimate 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适合 FPS 游戏专业电竞鼠标，有多项独创技术，也是最轻便的电竞鼠标。无线模式下只有好了，我编不下去了。买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帅呀。雷蛇先不说好不好用，颜值大厂，原料色的终极之地就是雷蛇。从开箱开始，首先我们翻开礼盒式包装的包装盒。什么叫做简约而不简单啊？包装盒的背面上介绍了鼠标各个部件背后使用的技术，侧面还有一个 CSGO 电竞选手的体验分享。好的，我们划开盒子，这个雷蛇毒魁终极版的盒子采用了磁吸式的翻页设计。打开之后呢，可以看见鼠标本体还有充电底座，感觉它们犹如还未发动的跑车，静静地卧在盒中，却以贵气逼人，科技感扑面而来。把盒子里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大概就是这样：鼠标充电器，雷蛇产品都会有的给玩家的很有质感的信，厚厚的说明书，还有一根总长度为180厘米的一端 Micro USB 接口，一端 USB 接口的线缆，此线缆可以用于充电或者是鼠标有线使用。我们来观察一下鼠标，先说它的外形，它的尺寸大概是这样。外形采用了全对称设计，背部较矮，并且制高点在鼠标的中部，所以不论左右手都可以完全掌握整个鼠标，达到很好的把握感觉。我习惯使用右手，左侧的侧键可以轻松按到，但是右侧的侧键第2个键位基本用不到。左右键都有拇指的凹槽，能够很好的粘合指腹的弧度。鼠标底部呢有5个脚垫，可以看到使用10个多月了，也没有粘到灰什么的。底部有2个按键，一个是 DPI 的转换按钮，不同的颜色指示灯提示 DPI 的快慢，总共有5档。另外一个呢就是电源的按键。中间部分是光线传感器，上面方块位置就是放接收器的地方。这款整体无线状态下只有74克，在达到这个重量的基础上，却没有牺牲鼠标本身的稳固性而采取蜂窝式的设计，这点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使得之前使用了10年的 Razer Ouroboros Ambidextrous 鼠标也就这么被淘汰了。 Rest in peace。 最激动人心的撕膜时刻。现在来说一下充电装置。我很喜欢这款鼠标的充电设计，充电装置的磁吸式设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观察一下底部，充电使用的是金属触点，然后充电底座和金属触点契合的方式是磁吸式的，只是简单的把鼠标拿起，靠近底座，放下鼠标，让其自然的贴住，即可格外优雅的充电，不用使劲找充电的洞口再插线了。鼠标插上充电时，不仅鼠标上的 logo 的灯在亮，而且充电底4周也有一圈灯带在亮，展现了雷蛇灯光大厂的素质，颜值爆炸，一股电竞的味道。接下来再说一下为什么这款鼠标是 FPS 之王了。独到的光学微动按键。光学微动主要与传统机械按键的区别就在于避免了鼠标回弹导致的误触操作与等待回弹时造成的操作延迟。同时，新的 Razer Focus 传感器进一步优化了按键按下与抬起的区分，使这2项在光学微动基础上继续得到提升。这也使得鼠标的 DPI 达到了可怕的2万，同时对鼠标进行了定位校准，可以做到鼠标垫上的一大步，鼠标光标的一小步。这就意味着在 FPS 游戏中，通过鼠标的灵敏度调试，玩家可以做出更精准、更精确的鼠标移动。好了，说下吐槽吧，这也许是我的个例，因为近1年我把我的桌面产品大部分都升级成了无线设备，不排除几个无线接收器还有蓝牙接收器之间互相干扰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只出现了2次，就是无线设备突然随机断连，因为这2次正好出现在游戏中，所以使用体验很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外观磨损的情况，给一个特写吧，鼠标每天都在使用了10个多月，左侧大拇指经常放置的区域的防滑垫的位置已经磨平了。对这点介意的朋友，购买的时候需要慎重考虑一下。好的，总体来说不错吧？我是采薇，下个视频见。